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洋红衣战损 vs 王鹤棣躺平种田，2026古装剧王炸对决，我赌这部 3.6 单集成本900万，预约破50万。抖音单日播放超500万。当所有人都在讨论杨洋和王鹤棣的新剧时，这部由张凌赫、林允主演的《归鸾》已经悄悄用钱和流量砸出了2026年第一个未播先爆的奇迹。而原文里那剧3部即将开播的古装大剧，王鹤棣、杨洋各有一部，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句烟雾弹，真正藏在背后的厮杀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烧钱，也更残酷。杨洋的转型豪赌，开局就赢了口碑。当杨洋脱下仙气飘飘的古装，换上展昭那身标志性的红衣时，很多人是捏了把汗的。毕竟，武侠这个品类，在仙侠当道的市场里已经冷门太久了。但雨霖铃在2026年1月29日大年初一于优酷独家上线后，这种担心很快被打破了。这部剧最聪明的一点是没把宝全压在武侠情怀上，他用了一个更讨巧的公式：经典 IP 三侠五义加顶级制作正午阳光加探案悬疑。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江湖故事，而是一桩牵扯朝堂与江湖的连环谜案。杨洋这次转型是动真格的，为了那些行云流水的打戏，他提前几个月进组进行高强度训练，程家班和洪家班联合设计的动作，要求的是实打实的力道和节奏，而不是依赖特效和慢镜头。于是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美强惨形象的展昭，他沉稳、果决，身上带着属于江湖人的血性和属于执法者的疲惫。这种去油成功的表演，让很多原本不是他粉丝的观众也给出了演技有沉淀的评价。搭档的张若楠这次也彻底扔掉了校园白月光的标签，她演的霍玲珑不是等待被拯救的闺阁小姐，而是能文能武、有勇有谋的江湖儿女。她和展昭、白玉堂、方逸伦是组成的破案小分队，互动自然有趣，冲淡了剧集本身的沉重感。目前雨霖铃播出的口碑稳在了精品剧的范畴，它证明了杨洋的观众基本盘依然牢固，也证明了正午阳光这套细节控的制作方法论在古装领域依然能打。但它的挑战也很明显，37集的篇幅，如何保持探案节奏不崩？如何在侠义内核与观众喜闻乐见的爽感之间找到平衡？这些都是后续需要面对的考题。归鸾，一场价值3.6亿的爱情买卖。如果雨霖铃赢在稳妥，那归鸾就是在进行一场极致的冒险。腾讯视频为这部40集的剧投下了单集900万，总计3.6亿的制作费。这笔钱花在哪了？答案是，全部用来营造一种昂贵的真实。导演出的剑放弃了滤镜和墨皮，镜头下的雍州东市尘土飞扬，人物服装采用草木染工艺，颜色沉静，甚至有些粗粝。他要的不是仙气，是乱世里挣扎求生的烟火气和压迫感。这直接服务于故事的核心，一个是景枭雄和一个亡国公主，在权力与生存的夹缝中，如何从相互利用走到真心相爱，在因权力巅峰而彼此猜忌。张凌赫为了演活从地痞到魏王的萧丽，增肌8公斤，把自己晒黑了好几个度，彻底告别了古装美男的舒适区。林允则提前数月学习骑射和魏晋礼仪，她要演的温瑜，不是哭哭啼啼的落难公主，而是心中藏着复国火种，懂得审时度势的政治家。这种双强设定和成人化的情感博弈，精准击中了当下观众对降智恋爱的厌倦。未播先火的数据就是明证，腾讯视频预约人数早早突破50万，抖音上关于张凌赫林允性张力的剪辑视频，单日播放量能轻松突破500万。
观众期待的是一场势均力敌，甚至有点虐的顶级拉扯。但高投入也意味着高风险。归鸾的结局据传并非传统大团圆，而是南北分治15年后才再度重逢。这种带有缺憾美的处理是否能被主流市场接受，将是他能否从爆款晋升为经典的关键。王鹤棣的咸鱼哲学，想躺平却成了救世主。当杨洋和张凌赫都在卷演技、卷制作时，王鹤棣带着咸鱼飞升，直接卷向了题材本身。这部剧打出的概念是首部无 CP 仙侠剧，改编自晋江高分小说，讲的是一个前世卷到巅峰的大能，重生后只想躺平种田，却被迫拯救世界的故事。这简直是对当下仙侠剧三生三世、虐恋情深套路的精准反叛。它的内核非常现代，拒绝内卷，享受生活。王鹤棣饰演的男主，人生信条是劝人修仙，祖坟搬迁，劝人修道，要挨千刀。这种反套路的轻松感和喜剧色彩，在预告片里就已经拉满了期待值。制作方也很懂如何放大这种特质，请来指导过《大秦帝国》的丁黑当总导演，保证剧集质感不下沉。概念海报主打温暖的麦子色和新中式美学，营造出一种田园仙侠的松弛感。李沁饰演的妙烟，一改他以往苦情形象，变得通透洒脱，和男主之间更像是知己而非恋人。咸鱼飞升瞄准的是暑期档的年轻观众，他们看腻了为苍生牺牲爱情的戏码，更渴望一种带着幽默感拯救世界的新鲜体验。王鹤棣自苍兰诀后积累的爆款体质和路人缘，李沁稳固的演技口碑，都是这部剧的加分项。但他面临的挑战同样新颖，没有爱情线作为情感抓手，仅靠种田日常和反内卷哲学，能否撑起40集的篇幅，并持续吸引观众？这将是仙侠剧一次大胆的试水。